男人经常吮吸女性乳房会影响健康吗？忠告：不想伤害妻子就少做。小晴在婚姻中遇到了一些困扰，她和丈夫之间的房事并不愉快。她的丈夫经常吮吸她的乳房，头一两次还挺愉快，但次数多了就让她感到很不适。小晴试图通过与丈夫沟通，然而丈夫却不以为然。一天早晨醒来，小晴感到胸部隐隐作痛。刚开始时，她以为这可能是睡姿不对，只把它当作一时的不适，并未过分在意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疼痛逐渐加剧，令她开始担心起来。小晴决定咨询医生，在丈夫的陪同下，小晴进行一次体检。医生通过一系列检查发现，小晴的胸部疼痛可能与一些生活习惯有关。丈夫听到医生这么说，脸突然红起来了。他觉得这大概率和他无理的要求有关。回家后，他向小晴诚恳的道歉，并答应以后再也不会这么做了。那么，作为一名合格的丈夫，要怎么才能既带给妻子快乐，又能守护她的健康呢？一、经常吮吸乳房，小心影响健康。丈夫吮吸妻子的乳房可能并非出于恶意，这可能只是一种表达亲密感的方式，为后续正式的夫妻生活做一些前戏。确实，女性乳房有许多神经末梢，当受到刺激时，它们可以向全身传递愉悦的感觉。然而，个体之间的性偏好差异很大，有些女性可能很享受这个前戏，而另一些人则可能对这种刺激十分敏感。尊重另一半的界限和偏好在夫妻生活中至关重要，但即使你的妻子对此并反感，专家表示这种前戏也是不健康的。大部分男性情到浓时常常会用力过猛，造成对方疼痛。国外 Wellness 网站就曾做过一次小型调查，大部分女性表示并不喜欢这一个前戏，因为这常常会弄得她们感到胸部疼痛，甚至有小部分人表示需要服用扑热息痛或者布洛芬止痛。在某些情况下，这种过激的前戏还会造成对方胸部皮肤破损。在吮吸过程中，伤口又会接触到唾液，唾液中含有大量的细菌。虽然你的身体可能已经适应了自己口腔中的微生物，但对方的身体可能没有相同的免疫力。这些病菌可以通过伤口进入到对方的身体，引起感染。无论是疼痛或者伤口，都会对乳房造成一定的损伤，导致乳腺组织的炎症反应。乳腺组织需要不断的进行增殖和自我修复，在这个过程中，频繁细胞分裂和修复可能会引发 DNA 的突变，增加乳腺癌的风险。此外，部分受损细胞可能无法被及时清除，这也会增加癌症发生的可能性。二、想要增加情趣，换另一种方式。房事前的前戏不仅能带来生理层面上的愉悦感，还有助于夫妻之间建立亲密关系，使你和伴侣在卧室内外感觉更为紧密。除了丰富了情趣，避免了例行公事的单调，小小的前戏还能有助于接下来的房事进行得更加顺利。一些简单的抚摸或者是接吻，能够扩展血管，同时使血液更多的流向生殖器，帮助生殖器进入工作模式。另外，前戏还能刺激腺体分泌液体，润滑阴道，使夫妻生活更加愉悦，防止疼痛发生。有研究显示，对于因压力引起的性欲减退病人而言，适当的前戏能够产生显著的效果。前戏中的亲密行为，例如接吻，能够促使催产素、多巴胺和血清素等化学物质的释放。这些化学物质本身具有提升情感愉悦度的作用，同时还能有效降低皮质醇水平。皮质醇作为一种应激激素，其增加会使人体保持一种高度的紧张状态，进而影响性欲的正常表现。通过降低皮质醇水平，可以减轻身体的紧张感和警戒状态，从而为性欲的恢复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。虽然对乳房的刺激也算是前戏的一种，但却会给妻子带来一定的伤害。那还有什么更为健康的方法能让双方都能从中感受到愉悦，在夫妻生活中加强生理和心理上的联系呢？其实花一点小心思就能让夫妻生活加分。
几根香薰蜡烛和优美的音乐就能在家中营造出一种浪漫的氛围。研究表明，昏暗的环境和柔和的音乐能够放松身心，刺激身体释放亲密激素，有助于夫妻双方在身心理上做好充分的准备。在正式开始夫妻生活之前，来一顿简单的烛光晚餐也能加深夫妻双方联系。这里所指的晚餐并不需要大鱼大肉，一些水果或者巧克力便可。夫妻双方可以相互喂食，不仅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，还增添了一份甜蜜的互动。巧克力中儿茶酚类化合物有助于扩充血管，促进血液循环，动员各个器官在后续的房事中做好准备。除了营造环境氛围外，相互按摩也是加强夫妻感情的有效方式。温暖的双手在对方的身体上轻轻的划过，不仅增加情趣，还能缓解生活中的疲劳，促进身心的放松。3. 带给妻子快乐的同时，也要守护她的健康。在家庭中，丈夫是妻子性健康的守护盾。正确的性卫生措施不仅有助于妻子的健康，还能够促进夫妻关系的和谐。很多男士并不喜欢使用安全套，认为它会影响夫妻生活的愉悦度，但这是错误的看法。安全套不仅是防止怀孕的工具，更是性病预防的关键。大到艾滋病，小到淋病，这些性病最常见的传播方式就性行为。安全套作为屏障，能够防止病毒、细菌等病原体在性行为中的传播，有效降低感染的风险。特别是某些性病，如淋病，某些感染者不会表现出病症，所以可能会在不自觉的情况下传染给对方。这时候戴上安全套就相当于给对方买了一份保险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安全套并不会影响快感。现代技术使得安全套更加薄、柔软和透气，并提供了更自然的触感，从而不会影响夫妻生活质量。定期进行性健康检查，不仅能及时发现自己潜在的健康风险，同时也是在守护妻子健康。虽然目前对某些性病的治疗方法还是十分有限，但许多性病如艾滋病、梅毒等，在早期阶段治疗效果更好，疾病对身体的损害也较小。通过定期进行性病检查，可以在疾病发展到不可逆阶段之前进行干预，提高治疗的成功率。与此同时，及时发现并治疗性病可以防止疾病在夫妻之间传播，减少妻子感染的风险，从而保障夫妻双方的身体健康。另外，夫妻双方可以考虑都打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。虽然 HPV 疫苗最初被设计为女性的防护工具，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，男性接种 HPV 疫苗同样具有好处。HPV 是一种十分常见的性传播病毒，不仅可导致女性宫颈癌，还与男性口腔、喉咙和生殖器癌症相关。丈夫接种疫苗不仅可以避免自己成为病毒携带者，还能降低性伴侣之间的相互感染风险。